刚才讲到了，我们在真正创作这个荷花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些删减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勾勒两朵荷花的心，然后我们对着图片来看，我们怎么来做删减，它会好看一点。比如说像这一朵，这一朵的第一瓣，它的这个花瓣我感觉是显得稍微的长了一点，所以我第一瓣我就要开始改。稍微把它改扁一点，然后我们把后面两瓣画稍微长一点。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画画它有一个节奏的问题，你不能像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花瓣第一瓣很大，第二瓣像这边这一瓣它也很大，它两瓣是这个在我们视觉上面看它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觉得不好看。我们一定要画一个胖的，然后配一点瘦的，它才会好看。如果你都是胖的放在一起，它就没有节奏的变化。这样讲可能要好理解一点。而且这两瓣靠得比较近，你看这个距离差不多，对吧？那我们画这一瓣的时候呢，就要把它拉开，要把这个距离拉开。你说怎么来拉开？突然来一瓣比较长一点的那就把距离拉开了。那拉开了过后，这个空是不是变大了？那怎么办？我们在这儿加一瓣小的，你看三瓣都是差不多的，因为花瓣本来也差不多，我们要把画出变化，只有靠遮挡。比如说我们这儿画一半，它就被这一半就挡的比较多。这个位置可以来一半小一点的，我们再来画这个花心，就是画这个莲蓬，再来画这个莲蓬，它是不是就好看一点它这样的节奏也就有了宽的、扁的、长的，这种比较窄的都有。然后我们再来画后面几个，先画这个下面这一半，这下面一个。荷花是这样的，越靠近花心越包到花心的还没打开的这个花瓣稍微要小一点，越到外面这种散开的这种花瓣，它就会长得很大，然后长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掉了，它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的往外掉。所以说我们这种散
画面的时候你不好不好先画这个，那我们可以用铅笔轻轻勾一下，然后再来画，把花瓣画完了再来画这个也可以，你就把位置定出来，意思就是。你看它这一朵的聚散就很舒服，让我们看着。它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是方的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翻转的，但是它的翻转就是我们在看这朵花的翻转的时候，它是这样翻转，然后接到这个莲蓬的下面，这个莲蓬是这样，它是这样翻转接到这个莲蓬的下面。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稍稍的让这个地方有一个翻转的感觉。就是我们在画这些结构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理解这些结构，包括这一半，你看它这儿也是翻转进来。其实这个位置加纹才是它的花的尖，它的花尖在这个位置，它都是这样翻转过来。它是这样翻转下去的，翻转到另一面，只是说这个花尖我们看不见了，但是你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感觉，一定要画出这种感觉。其实这一瓣花它的褶皱很多因为它快谢了嘛，花瓣已经没什么水分了，所以说它褶皱很多。当然这个在白描的时候这些是不好表现的，但我们在画这个颜色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种褶皱去掉一点，不要让它有那么多，多了过后你处理出来，一个是太复杂，第二个是它失去了这个荷花的这个美感。但是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画这个就是颜色的时候做调整。你看它这个梳得很舒服它这个疏密分得很舒服，它自然的分出来的疏密。这什么叫自然的分出来的这边只有2瓣，1、2，你看这边有很多瓣，1、2、3、4、5瓣，所以说它就有疏密了。一个多一个就少，它这样就是很符合画里很好看的一个这种形态。然后加上我们在点花蕊的时候也可以点一点疏密出来，比如说这边的花蕊多，我们这边被挡住了一些我们就要点少一点，它这样也是一个疏密的变化。画画就是不光是你一张画里面，整幅画里面你要有节奏，然后我们在具体画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也要让它有这种节奏，它才会看着让人感觉很舒服。但并不是说这个技法这些让人看着舒服。其实我的荷花它并不是技法，这个技法是一个原因，因为画的比较润，但真正的还是这个花型的处理。因为你一朵花你要让它感觉
就是我们看着的人都很心动的这种感觉，其实它的这个美感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勾了这个它的莲蓬的下面在什么位置，所以我们要接着这个地方来画它的干。这样画水，它是不是就很舒服的一朵花？好，这个是两种啊。然后我们现在画的都是比较单瓣的，都瓣子比较大的这种荷花。它还有一些荷花就是复瓣的，它中间的瓣子是很小，外面的瓣子很大。这种荷花呢，画的人很少，特别是画写意画的时候，画的人很少。但是我也很喜欢画那种花，我们也可以待会儿稍微把它勾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下复瓣的荷花。刚才讲到了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练习这个，一个就是它其实就是来提高你的审美，提高你对这个花的这种形体的控制。真正你如果用颜色画了，你连这些形你都还没有，自己心中没有数的话，你很可能就会手忙脚乱，然后导致最后画出来的这个形会和你想的偏差很大。所以我们要多做一些这种白描的练习，先把这个审美把它提高上去，然后再来开始用颜色来画。其实用颜色来画它就是一个技法，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技法。这样说吧，就是再复杂的技法都是很简单的，因为你只需要多练习它就能掌握。但是这个审美这些东西，就是你对这个花的这种美的美感到底什么是美，这些的认识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先要把这个美的东西认识，因为你现在领我的可能还好一点，如果让你自己画的时候，那你该怎么来处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说我们尽量的多练习这种白描。我们来画一下复瓣的复瓣的我们就更要注意它的聚散它的大小。先画外面的瓣还是一样的，很大外面的。
个比较能打动你的。比如说我就觉得它这个密的地方它很能打动。如果我们在处理颜色的时候，这一块密的地方它应该是很漂亮的，所以我们就要尽量想办法把它画好。有密的马上就要有稀疏的这种办法，它才会好看。我们先把这些，有一些把这个花形的这些能够定花形的这些瓣先把它画出来，然后再来慢慢处理这里面的这些，有的地方我们就要处理的少一点，有的地方就要把它处理的密一点，加一点线啊，它就感觉很密了。比如我们在处理颜色的时候，这些地方我们稍微的做一点点这种颜色过渡的处理，它也就变密了。你看这样是不是它疏密结构都有啊？那我们莲蓬在这个位置啊，记住莲蓬是在这个位置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走这个干的线啊，你就要知道这个干的线应该是从这儿走。这样是不是这个花就看着很舒服？其实我还是改了很多里面的一些细节的地方，但有的改的是好看的，有的是不好看的，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来总结。不是说你每改一个它都是好看的，然后反复的这样画嘛，你就反复的这样啊，这一朵没画好，我就再画一朵就完了，对吧？这朵哪个地方没画好，然后我们下一张就再来总结，就同学们就多练这种练习，到时候这种荷花画出来会很灵动的。好，我们的结构课就是这样的。